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村里面修路，这是第2天。村主说他们现在在下面进山绳，进完山绳后就要开始钻炮引了。这条路很多朋友都说太陡了，其实啊，让我看了我也打退堂鼓啊，这条路确实陡。但是当地的村民啊，他们在20多年前呀、就已经修过一次这条路了。哥。他们在开始转了，开始转了。哦，耶，他是这条路的主持，已经来进完山绳，他要回去了。这个山绳。进山绳需要这个刀头肉，还有酒、豆腐。对，他们现在已经进完了。全部都到位了。全都到位了。你得下望好不好？我要下去看一下。这条路人走上走下。都累得不行，修路的话难度确实有点大，因为基本上是垂直往上面走。大家看我现在下山的这种路，在这里完全是垂直下去的，而且那边全是悬崖峭壁，悬崖峭壁就需要用钻炮引的方式来放炮，把它炸开。其实这里的水资源还是很丰富的。我们现在修路从这个位置开始，因为这里是当初他们人工开凿出来的，基本上已经能通摩托车了，但是后面还是没有修得过来。这些石壁都是以前要用炸药炸开的，现在又重新开始了。走，来福，要把这墩石头给它劈开。这是我们昨天扛过来的这个空压机，还有电机，这些汽油都打来了。现在村里面的人已经来勘察路线了，大家来这里都是义务帮忙，都没有谁算工资的，只有钻炮引的师傅有工资。所以，今天开工了。哦，今天开始钻炮引了。现在施工方已经把这个牌子用来放在开始和尾端了，禁止通行，除了工作人员之外，其他人不能进来。大家看，这都是师傅他们自己骑车来这里施工。很多人都不理解为什么要修第2条路，这条路才是当初村民最想通的路，就是从这里开始起步，因为这里有水泥路，往这里的水泥路走过来，就是当初他们人工开凿的一条路，就是以这个路线像这样一直进去，然后到沟里那里去，然后就像这样一直沿着悬崖上去。那天我们跟施工方也是踩了几个点，施工方说这条路太难了，但是当地的村民啊，他们执意要走这条最惊险的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他们的情怀，这是他们在20多年前就已经定下的路线。他们说这条路线才是他们最想走的。为什么要修第2条路？其实也是因为当初山上的村民啊，全都搬到山下来了。山下的村民都是集中在这一块，他们往这里骑车或者走路上来的话，还是开车，都要比上面那条路要近1半，就相当于近1半的路程，他们更愿意走这条路，因为这条路当初为什么没有修成功，是因为那个时候大家手里都不怎么富裕，所以说修到一半的时候资金链断了，然后谁都不愿意再出勤了，就没有再提起这回事儿。很多朋友说，为什么第一次修路的时候，为什么不修下面而去修上面？修上面那条路是因为那个时候，资金其实也是不够的。
只能走最近的一条路，因为上面的那条路是我们现在修好的那条路。那条路的话，它在成本上面要低很多，而且是10多万块钱从开挖到硬化一起完成的。所以这条路的话，就只是开挖，至少也得需要20万。所以说，在成本方面的话，也是想了很多，才决定放弃下面修上面。但是现在甚至说把这条路又去争取来了，所以说这次无论如何，他们都说先把毛路修通，毛路修通后再想办法硬化。大家看到那个位置没有？那个位置是村民这2天才去砍出来的。把这里砍出来以后，就是为了把那些石头全都炸掉，给它炸平，炸出一条路。像这样的话，以后车子过去就比较平坦。还有这棵果树这里，果树这个位置啦，树是要保留，但是要砌薄坎过去，砌薄坎。然后这条路一直沿着悬崖上去，所以说一直上去都是需要砌薄坎的，工程量非常的大。那天施工方也说了，这条路难度虽然大，他说只要村民齐心，那也没有问题。因为，一说修这条路的话，所有村民都说必须要修，必须从这个位置修。我们那天说往上面修的话，就不需要炸石头，就只需要用挖机开挖上去就可以了。但是村民们说了，就算每家每户多出一点钱，都还是尽量往上面走，往下面走。但村民们都说了，他说就算每家每户多筹一点钱，都要往下面走。往下面走的话，像这样才更符合他们的初衷。因为大家也是下定决心，不怕花钱，大家都愿意出钱来修这条路。所以说，这个项目资金有10万，但是大家在每家每户节制一点，其实毛路是能修上去的。而且钻泡影这个师傅也是当地的村民，需要自己来施工的话，那成本就要低很多。然后钻泡影这位师傅，他也只需要每天的基本工资就可以了，不赚1分钱，他也是这样承诺的。现在这些水管已经架好了，因为钻泡影需要大量的水来给那个机器散热。你看这些地方都是很陡的，走到这上面来，然后到时候他们说要修一个桥过去，用石头修拱桥，就像古代那种石拱桥一样。往这个位置沿着过去，机器目前来说是放在这边的。目前主要就是先要打这块石头。因为这块石头是最坚硬的，要把这块石头打下来。大家看见没有？现在机器已经架好了，就用那个机器来钻泡影。可能再过几天，这座山就会被炸平。很多人都不相信这条路能修成功，但是我是相信的。因为村民他们都有一个信仰，就是把这条路修上去，无论还有没有房子，但是这里是他们的根，是他们的老家。所以说，尽管很多村民的房子已经倒塌了，但是他们都要来修这条路，已经下好了决心。这个管子没有水过去，因为需要给机器降温，必须把那个水引到机器里面去。现在丢了好多钱了？现在终于有50几户了。50几户有好多钱？有一户把你2、3万了噻。有3万多了，还可以。这当你没讲，家里就多了。我用当你那么过水，这。看他这个
这个水源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，找了一早上都找不到。施工方的工作人员也来了，他来指挥一下要钻哪些地方，要炸哪些山头，像这样的话，零距离的沟通才不会出错。他说要往这个位置过去，就必须把这边的石头给它炸平。今天捞挖起来吧，师傅？挖起，它这个没有那样子平，才捞得进来。哦。要等到这儿周围。这座山也要给它炸进去一点。这条路难度太大了，这里的山而且是垂直往上整的。这里的石头它是层石，就是一层一层的，其实也好打，不是那种很硬的。现在水也接过来了，马上就可以开工了。挖机师傅说，要挖机入场的话，还得看他们这里的进度，要把这个石头打得差不多了，挖机才敢来。因为挖机一旦进场，那就是要收钱的。这一头，如果说这根头，如果是打一头，你看纯粹是自动。这边那个不到。这完全就无法下手。施工方说这条路没有保坎，他们只负责修毛路，硬化的事后面再说。你看现在最恼火就是二群，他后期肯定有，他后期来硬化的时候，他肯定是在觉得那样该有保坎的地方。这种情况你弄挖机破碎，目前开挖是不涉及到砌保坎的，砌保坎要后面硬化的时候再砌。一步一步的来，先修毛路，后面再考虑硬化的事情。如果说保坎，没得保险，没得保坎，没得保坎办保坎，只要把垂直挖机能够过去过来，那大条毛都缠通。起来，就是这儿。